关注大度，也拜福。What's up？ 我是大度。有一件事情很难受的，就是你买了一台很心动的电脑，然后因为国补呢，它的初次拆箱又必须要不然当着店员的面，要不然当着快递员的面，所以我最近很少出那种开箱视频，就是因为初次开箱的那种快感、那种爽感就被夺走了。但是今天，我为了保持我对这台 Xiaomi Book Pro 14的新鲜感以及爽感，店员在激活的时候我说没关系，你弄就好，我一眼都不用看。话有点密了，我直接开始。100瓦的充电头 ，C2C 的线，我出差的时候就带一个我的这个17 Ultra 加我的电脑，就一个充电头就够了。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这个纯填充。第一眼还是给兄弟们看啊，来3、2、1，能打几分呢？这个外观，舒服，有一层那个好像纤绒覆盖在上面的一个材质了，你的手在像摸一个很细腻的丝绸的那种感觉。上一台电脑是哪一台呢？是荣耀的 Magic Book Art 14，那台机器也是真的恨铁不成钢，就生不逢时啊，极其优秀的机器质感，但是却遇到了一个很普通的 CPU。然后正面的话就是很简单的小米的 logo 啊。这个 logo 呢，我持保留意见吧，因为我一直是一个简洁派啊。我小米的那个一个 Mi 其实也不错呀，我的小米汽车就是那个，对吧？拿起来超级轻，1.08千克加上适配器，好，1.35千克差100克，轻了半斤啊，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提起来。超薄本只有上手才能知道它的价值。我买这个机器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无数的人的评论区看到。什么8000块钱买小米还是个和弦本子，实实在在的把它带出门了，去出差了，去旅游了，你才知道没少个200克就是一个分水岭啊。屏幕的参数我先打在旁边，我只能给4个字，就是赏心悦目。第一，它严格的控制在了我的审美之内，就是没有上刘海啊。第二，它的下巴极其的窄，半指，它是个全玻璃覆盖的可触摸的屏幕，刷新率是120赫兹，略低了一点点啊。如果是能够上到了165以上，肯定是更好的。打个字听一下，比那种传统轻薄本再好一点点。回弹的话就是轻薄本的那种回弹，你不要去奢望它多有韧劲儿。触摸板丝滑的压白呀，兄弟！这个触摸板不开玩笑，是我在2026年摸过的最丝滑吧。哇 ，damn bro， 这个丝滑程度，如果你们旁边有小米支架，去试一下，你就知道，比 A 面的这个微绒涂层摸起来丝滑了300%。我再摸一下枪神，比枪神9的那个已经很变态的触摸板要好50%。小米会比 Mac 顺滑啊，然后按压，边缘滑动控制，右边是音量，然后左边是亮度。震动了，但是没有调。小米的传统异能又出 bug 了，这玩意儿滑动起来，这个触摸板就是目前我用过滑动最舒服的。我想不到其他的了，我真的想不到。触摸板占据了机器非常大的面积。接缝控制我就不说了，你们自己看吧。满分5分，你们可以给个几分？在触摸板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小内凹的，就方便你单手对电脑进行开合，而且小米还很细的，在这个掌头的边缘比较圆滑的边缘倒角的，也就是说你的手长时间搭在上面去打字的话是不会割手的。可以，这套键盘和触摸板我可以打一个非常高的分，特别是考虑到这台机器才1000克，而且这么薄的情况下。这里有个姑娘好小吧，长得好看又闪亮，你说美丽的绝对的音量上面来说，两台机器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。但是苹果的优势就是在于人声、乐器，甚至你听它的鼓点啥的都是比较清楚的。小米就是响，但是想的细节就比苹果要少。今天只是个简单的开箱，我个人是究极无敌满意。如果你确实有那种玩大型游戏的需求，然后偶尔出门的时候也需要玩大型游戏那你就买顶配。然后你如果只是玩网络游戏，玩一些像什么 CS 呀、
英雄联盟呀这些哈，有些时候调低一些画质，换取一下高帧率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就买最低配6000多块钱，你能够享受到的东西哈，远远大于像我们这种花了8000多块钱买的，因为它模具都是一样的啊，6000多块钱享受到这套几乎完美的模具，打个引号吧先。要不然你就花8000多块钱。它的视频，我想我会做一期很具体、很详细的，因为我的小米设备太多了，有100多个，用它和我自己的其他设备看有没有什么联动的玩法。但是这个就需要花点时间啊，大家可能要久等一下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想看这个机器的视频的话，你们可以关注我。如果你们已经是我的粉丝了的话，我发新视频的时候，求求你们点进来看一下，然后点个赞、3个连。帮我刷个评论，刷个弹幕，凑一下数据 ，Thank you，bro 们。好 ，OK。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好玩好消息、骚气的科技数码视频，请一定记得要关注大图一夜暴富。Peace。等一下，我去看。好，重新来。你先看。拍吧，你直接来吧，没事，我剪一次。